Hello， 大家好，我是有文庫古又文。最近有2則新聞完美詮釋了什麼叫同胞不同命。首先是2026年2月初，台北士林分署拍賣了一個詐騙集團被沒收的愛馬仕鉑金包，最終以84萬台幣，大概2.7萬美金拍出。這數字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天價了。但如果你看過半年前香港佳士得的記錄，你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資產。一個極其罕見的白色雪景主題福寶鉑金包，最終成交價是381萬港元，那可是接近美金50萬呀！這只原價大約4.8萬美金的包款二手轉售價超過10倍，比黃金漲幅還大。這告訴我們，愛馬仕在二級市場仍然是不可撼動的神話。但是可不是隨便買個精品包都能夠保值的哦。在奢侈品寒冬中，除了少數頂級品牌能夠不掉價，大多數的品牌包款的二手轉售價就跟車一樣，一出店門就折價了。今天這支影片會結合 The RealReal 與 Rebag 兩大平台最新公布的權威數據，幫大家整理出6個最不保值的品牌。還要幫大家分析這些品牌走到今天的原因，以及最重要的，未來還有沒有救呢？如果你喜歡這種時尚產業的深度分析，歡迎現在就按讚訂閱這個頻道哦。首先，排名第6的是 Fendi。根據 Rebag 2025年度的數據 ，Fendi 的平均保值率大約落在55%左右。雖然它的法棍包在 The RealReal 的熱搜榜一直名列前茅，但是問題在於 Fendi 過去幾年的產品線太過於單一。除了法棍包之外，其他像是 Peekaboo 或 First 系列，在二級市場的價格支撐力非常弱，直接拉低了品牌的整體表現。買家在二手市場的反應很現實，除了經典法棍之外，其他款式的轉手價往往不到原價的一半。但是2026年的 Fendi 來了一個最具震撼力的消息，就是原本在迪奧創造過無數爆款的 Maria Grazia Chiuri 在離開迪奧後，正式接掌 Fendi 的創意總監。這位點石成金的女王預計將在今年的2月底米蘭時裝週迎來首秀，大家都在觀察她能否把在迪奧創造爆款的魔力帶回老東家 Fendi。Chiuri 的設計邏輯非常商業化且精準，它極有可能重新定義 Fendi 的皮具版圖。所以雖然現在 Fendi 的保值率只有55%，但這極有可能是一個轉折點。如果你手上有老款的 Fendi， 我建議先別急着拋售，因為 Chiuri 往往喜歡從檔案庫裡找尋靈感。一旦他重新翻完某款舊包，二手價會立刻飆升。但對於現有的當季款，數據告訴我們，它仍然處於高風險區。我們正在觀察2026年2月後的這場秀，看看 Chiuri 能否讓 Fendi 從保值榜的末端區重新回到投資區。目前的綜合評價，它仍然佔據倒數第6。接下來我們來看第5名的 Balenciaga， 保值率直接跌到了50%的分水嶺。在 The RealReal 的報告中 ，Balenciaga 的數據呈現一種極度分裂的狀態。Le City 復刻機車包的搜尋量暴增了10倍，這說明復古情懷還是很值錢的。但除了機車包，那些 Demna 時期的奇異話題款，像是垃圾袋包、洋芋片包，在二手市場的價值幾乎是崩盤的。就像鄧紫棋的那首歌，原來都是泡沫，只有工藝與美學能夠留下價值。現在的 Balenciaga 迎來個巨大的轉變，那位帶領 Valentino 走向浪漫巔峰的 Pierpaolo Piccioli 正式接任了創意總監。Demna 時代的那種街頭話題反骨的地下文化，甚至有點偏激的設計，已經正式結束了。Piccioli 的上任代表 Balenciaga 正在嘗試回歸創辦人那種純粹雕塑感，而且極致優雅的高級定制精神。這是一個180度的大轉型。在二手市場，這種轉型通常會帶來一陣的陣痛期。目前的數據顯示，買家對於 Demna 時期的舊款包包正在加速拋售，因為大家預期未來的風格會截然不同。雖然 Piccioli 之前在 Valentino 的戰功赫赫，但他能否像是在 Valentino 那樣創造出像鉚釘包這種翻轉業績的商業元素，目前還是一大問號。
所以呢，雖然2026年的 Balenciaga 有了 Piccioli 的加持，話題度很高，但從資產保值角度來看，它目前的數據仍然是非常慘淡的50%。建議大家在 Piccioli 的第一季作品正式在二級市場流通之前呢，保持冷靜觀望哦。排名第4的是 Givenchy， 保值率來到慘烈的 46%。在 The RealReal 的2025年總結中呢， Givenchy 的搜尋量甚至是負成長。這個品牌在二手市場已經低迷很久了。自從 Antigona 之後，它幾乎處在一種品牌失語的狀態。買家在二手市場對它的興趣缺，導致它的包包一旦進入二級市場，價格就得打3折4折才能賣得掉。不過呢 Givenchy 現在把希望寄托在了 Sarah Bolton 身上。這位在 Alexander McQueen 待了20多年，甚至幫凱特王妃設計婚紗的設計師，目前已經為 Givenchy 做了2季的秀。觀察這2季的作品， Sarah Bolton 帶來了極其細膩的剪裁以及結構感，嘗試讓 Givenchy 找回那種奧黛麗·赫本式的優雅以及 McQueen 的暗黑浪漫。但目前的問題是，它前2季的重心更多是放在服裝上，在皮具配件上還沒有出現一個具備爆款項的設計。二級市場是非常現實的，它不是看你衣服設計的有多好，它看的是那個包包有沒有辨識度，能不能引起購買慾。Sarah Bolton 的設計目前還處於觀察期，時尚界還在觀察它的後續表現。所以雖然 Givenchy 有了這位傳奇女設計師的加持，但是在數據還沒有反映在保值率上之前，它的 46% 保值率仍然讓它做到了倒數第4的位置。如果你現在買了 Givenchy， 那絕對是為了設計而買，而不是為了投資保值哦。現在進入了倒數的 Top 3， 倒數第3名是 Valentino， 保值率只有 44%。大家可能會覺得很諷刺 ，Piccioli 去了 Balenciaga， 而 Valentino 呢，則是迎來了 Alessandro Michele。在 Rebag 的數據中 ，Valentino 的標誌鉚釘元素在二級市場的表現已經到了疲軟期的頂點，消費者對這種風格已經徹底膩了，導致大量的舊款在二手市場低價求售。現在 Michele 的第一波作品已經全面鋪貨，他的極繁主義懷舊文藝風確實讓 Valentino 的搜尋量在 The RealReal 上出現了顯著的跳升。但是呢，其實業界都知道 Michele 的設計風格非常挑人，這在二級市場其實是一個雙面刃。當一個設計太有個人色彩，它的受眾就會縮小，流通性反而不見得會比經典款好。目前 Valentino 的 44% 保值率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大家對舊款 Valentino 的拋售潮，大家也都在等 Michele 能不能創造出他在 Gucci 時代的那種酒神包神話。所以目前的情況是，新設計的溢價還沒有建立起來，而舊設計的價值正在崩塌。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品牌權力交接導致的資產混亂期。所以即使話題第一，但是保值率仍然在末段般掙扎。排名倒數第2的是那個大家都認識的 Burberry， 保值率跟 Valentino 一樣是慘淡的 44%。Burberry 的案例其實之前的影片有大致提過，這就是一個定價權完全喪失的典型。在 The RealReal 的數據中 ，Burberry 完全沒有進入任何成長的名單。儘管 Daniel Lee 試圖用高單價和經典的戰馬圖騰讓市場買單他的設計，但是二手轉售市場的買家非常清醒。你 Outlet 賣得這麼便宜，我憑什麼在二手市場花高價買你的包呢？更令人擔憂的是 ，Daniel Lee 接手後的 Burberry 商業表現一直積弱不振。他那種說不上前衛又怪異的，不像 J.W. Anderson 那麼有趣，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和歸納的設計風格，一旦失去了 Bottega Veneta 的經典標誌性編織，還有 BV 精緻的工藝底子，也沒什麼話題性，就很容易被時尚迷直接忽略了。近期 Burberry 新任 CEO Joshua Schuman 已經公開承認，之前定價過高，客人不買單，導致大量存貨買不掉，只好把庫存往 Outlet 塞，傷害了品牌價值。目前已經全面降價，還把產品線拉回到經典基本的 Burberry 格紋與風衣的時候，這種門市突然直接降價投降的策略大轉彎，自然會讓二手轉售市場的價格隨之崩盤。
如果你現在還想買 Burberry 的全價包，我只能說你非常有愛，因為這幾乎是踏出專櫃就直接損失60%的價值。在 Daniel Lee 證明他能設計出爆款或是品牌策換設計師之前， Burberry 的保值率恐怕很難翻身了。最後，這個掉價排行榜的王冠，最不保值的冠軍，就是最近剛被 Prada 集團用65折買下的 Versace， 保值率只有 41%， 真是名副其實的資產粉碎機。關於這個 Versace 被65折賤賣資產的始末，我們也做了一集深入分析，有興趣的可以點右上角的連結觀看哦。在 The RealReal 的數據中， Versace 的搜尋成長率低到只有 13%， 代表市場對這個品牌的渴望已經降到了冰點。過去幾年 Versace 的管理層像是在開玩笑一樣，創意總監 Dario Vitale 只做了1季就被請走，這種創意方向的不穩定性對品牌價值真的是致命傷。但最近時尚圈有一個非常震撼的傳聞，就是已經確認離開阿拉亞的設計天才 Peter Mulier 也極有可能接手 Versace。Peter Mulier 是那種極度強調精準工藝以及剪裁的設計師，這與 Versace 過去那種浮誇 logo 滿天飛的風格完全不一樣。如果他真的能接手 Versace， 可能會迎來史上最大的轉機，從一個浮誇的品牌轉向一個真正的工藝精神品牌。不過傳聞在證實之前終究只是傳聞。在近期的數據結算中 ，Versace 依然是那個保值率最低的品牌。它的問題就在於長期以來的折扣文化，以及讓消費者習慣了不打折不買。當品牌形象與折扣畫上等號，二級市場的價值就非常難回去了。所以你覺得 Peter Mulier 真的接手 Versace 能發揮他在阿拉亞的戰績，扭轉 Versace 品牌的命運嗎？無論你買不買名牌包，除了留言跟我討論你的想法，還可以按讚、訂閱、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持續分析着迷人又多變的時尚界。我是優酷庫古又文，我們下個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拜拜。